家好，欢迎来到红龙兄的频道啊！这一次啊，我们刚刚好搞到了一些酷东西啊，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。来，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种的新东西啊。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坊间看得到的火龙果，这个是黄皮哦，黄皮的火龙果，它是泰国黄龙啊。我们有5根的泰国黄龙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它种在盆栽，然后旁边这里这一箱，这个啊是最近比较有名的我们双色火龙果，我们来试种一下。双色火龙果它的那个优点呢，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号称是由红跟白授粉的，这个就有待商榷。号称是由红跟白授粉的，它有红的甜度，然后有白的脆度，然后它是没有白的草腥味。然后白肉，我今天刚好也有采收白肉，我自己觉得在我田里的状态啊，白的吃起来反而比红的还好吃啊，因为它很脆嘛，啊，它甜度也有，啊，我自己吃起来是没有太明显的那个草腥味啊，我不知道就是田里的火龙果，我自己吃起来是没有什么草腥味的，我拿给各位看一下，来，这赞哎，这个是我们今天采收的那个白肉的火龙果啊，你看这个大小。这个就是我们最好几注啊，就是火龙果它如果没有点电灯，它大概在每年的11月会是最后一批产期，这就是它最后一次的果。你看，最后一次把所有能量积下来爆发，因为它现在天气比较凉爽嘛，它那个果实成长速度就比较慢，然后它就可以长得比较久，它那个果实大小就很大颗啊。这很快就卖完了，因为它量不多哦，这就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们刚刚讲到双色，但是双色我们也不能讲好话。双色，我目前看到坊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两种问题。我有看到可能是有2个地方研发出来的，一种是需要人工授粉才比较容易结的果。才会漂亮，才会大颗。一种是需要人工授粉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不用人工授粉，但是它比较容易裂果。这就是它的问题啊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支品种流到坊间，因为台湾每个地方的那个土壤啊、土地的成分啊、状态不一样嘛。就像黄金果，有一些在山上研发出来的品种啊，你移到平地种，就是可能会热障碍啊，或者是容易吸到水就裂果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火龙果像这个，因为新品种就是有这种问题啊，还没有大范围的去各个地方都试种的话，它就是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应的地区。所以我这次也是只有买大概50只，我们试种50只，可以的话就是成功种起来，不行的话就给它就算做个实验嘛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处理这些火龙果枝条。至于呢，这种火龙果要怎么种那就是你要看这个枝条如果是已经种在田里的，这就很简单，你就是去剪那个枝条，这边是它的那个尾巴嘛，枝条的尾端，这边是头，就是直接剪，然后把尾巴这样子插在土里，就会活了。火龙果就是一种非常好种植、非常好繁殖的一种作物啊。它就是剪下来插着就会活了。这个就是不要去选的枝条你看这个坑坑巴巴，这个就是炭疽啊。炭疽病之后，火龙果它自我保护的机制，它会在那个烂掉的外围一层结痂，把那个烂掉的部分排除掉这就是有生病的枝条，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像这种都不要去选，就是选这种肉很厚的薄的这种枝条，插着就会活了。时间的问题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啊，要来种植，我们就拿出我们的黑科技啊，就是开根粉啊。我等一下就是会泡一些开根粉的液体把这个根沾一沾。等一下那边有黄的嘛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有5根嘛，2根沾，3根沾开根粉，2根不沾。我们看那个之后叶子出芽的速度，看有没有差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处理这个，我们就是在桶子里
我们给它装一点这个水啊，大概5公分哦，泡下去大概5公分的那个深度就够了。啊，你要注意哦，这个火龙果在泡的时候是泡那个剪下来的那一端哦。哦，如果种反了，它是没有办法生根的。我赶快来调一下这个粉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搅一搅，等一下就直接沾泰国黄龙。我们给它泡3根，哦，剩下的2根我们不泡，我们来做个对比，给它泡一下生根水。关于火龙果种植的土壤，火龙果它就是也不挑土啊，我们有沙质啊、有黏质的哦，红土啊，各式各样砾质的哦，各式各样的土都有办法种。目前听下来啊，种的比较好的还是要排水好的，就是那种沙壤哦、刷的沙质土。好，我们已经把盆栽装好土拿过来了。这个是那种5寸还是6寸盆哦，这个是小盆的啦。啊，如果一般家里要种，那个盆栽要够大才有办法结果，可以直接用这个，然后把它周围围起来，里面装土下去种也可以。哦，火龙果那个盆栽太小，它是没有办法正常产果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直接种吧。这个已经泡了5分钟有了吧？这个是它的那个枝条啊，有一些我看网络上有一些说要这样子把它削掉再种。我自己在田里也种了蛮多根的，我自己觉得是没什么差哦，这样子插着就会活了。这样削掉就只是增加这边烂掉的几率而已。它最后在土里长根的部分，还是只有下面这边这个硬质的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个肉削掉，我觉得没什么差，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插着，然后再埋，就是一样。你刚刚泡了3到5公分嘛，你就是一样埋3到5公分进去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种好了。哦，简单吧？然后这一盆我们就给它种这个没有泡的，之后就看一下它们发芽的那个速度啊，看有没有差。接下来我们会把画面移到田里，我们要来种我们的双色火龙果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条啊？对，就是那个柱子。我打算等一下把火龙果这样子一根柱子只种1颗，因为我们这是试种嘛，通常我们是种2颗比较多啦。啊，这个也都是老长了，你看它这个很多这个树头都烂掉了，这个就是要再补啊。这个是我们莲花哦，莲花红肉的。这个我吃起来它的肉质是比较软哦，比较软肉啊。好的，我们火龙果啊，一般家庭比较难处理的方法，就是因为它还要一根柱子可以爬。如果你在家里想要那种有一小块地，想要种植火龙果的话，你可以试着用竹子哦，竹子一根一根，就跟这个柱子一样，一根一根插着，然后前后上面要拉那个横杆要拉起来，反正就是类似一个围篱啊，让它不要倒掉就好了。接下来用绳子长长之后再用绳子做牵引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们等一下会以这一根柱子来做示范啊。我们现在来试种一下，我们一根条啊，就是种1颗哦，你们1根让它慢慢长，看明年有没有机会收。它那个箭头都帮我写好了哦，箭头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种植的那一端，你看这边就是它剪下来的那一边，然后那边就是裁切掉的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柱子的前方哦，这一只就是等一下要让火龙果爬的，之后它会长长，它会长那个芽，长芽之后长上去。那火龙果种植就一样，很简单，种活火龙果，把火龙果种活，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啊。但重点是要种得好吃，果实会不会裂果，有的没的才是它的困难所在啊。也不用太深哦，去插个4公分下去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用土把它打开，这样子埋一埋。要不要浇水？如果这个土，你看这个土是前几天台风还有一点潮湿的，这个就不用浇。哦，如果你的土挖下去都还是那种很硬啊，完全白色的那种，就要浇水。啊，像这种还有一点湿气，这种靠一般的水汽就够了。哦，种下去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如果是这种草生栽培，
哦，旁边有这种杂草，它底部你看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草底部挖开都是黑色的土啊，就是代表它那个水汽还在。哦，草其实是会保湿的，哦，这个水汽在的话，你火龙果就这样子插着，直接挖个洞插着就会活了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整棵，我们这整排都给它种一下。我们也不会全部种在这里啊，火龙果是非常喜阳光的一种植物啊。如果全部种在这里，我怕有一些部分会被这个莱啊挡到。我们有一些部分还是会移到我们原本那种完全全日照的地方去种植，因为种在树荫下是有机会开花的状态不理想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种一些，看看长的状态如何，再做经济种植。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种的，把它这样子插在土里，你看它的那个底部就是这样子开根，它外面的肉碰到土的会烂掉，烂完之后它就会开始长根了，长出这种侧芽。你把它这样子插着，然后用绳子绑着，它这个侧芽会越长越长。长长之后，你再像这个，用这个绳子，把那个枝干这样子绑着，整个绑在这个柱子上面。它上来之后，我们再来教怎么拉那个整那个枝条，留那个结果枝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时间，11月，我们火龙果是刚好要来修那个枝条的时间啊。我们再教大家怎么修枝条。又或者是其他像酪梨嫁接，我上次也嫁接了几颗酪梨啊。过了2个礼拜，上面的嫁接的那个芽还是绿色的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我是黄龙兄，底部也有我的连结，就是你有机会订购到我们的火龙果啊、酪梨啊、水梨啊，一些有的没有的水果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